中东的夜空从来没有真正安静，枪火、冲突未兑现的停火协议，它们像埋在沙漠深处的余烬，只要一点风，就能重新燃起熊熊大火。就在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凌晨3点，全世界还在睡梦中辗转，忽然，全球媒体的推送齐刷刷亮起。以色列空军对伊朗境内多个核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，伊朗宣布进入全面战争状态。中东最不愿看到的那一天终于来到，这不是边境冲突，也不是代理人的互相试探，而是一场明确指向国家存亡的全面战争。它突然爆发，却又在几十年的累积下显得必然。太多的误判、敌意、历史纠缠、宗教分裂与地缘战略，让这两个国家仿佛天生站在对立面。在战争的第1秒，整个中东就进入了动员状态。以色列情报机构认为，伊朗在纳坦兹与福尔多的核设施出现异常能量波动，而伊朗方面则坚持那只是常规维护。双方没有证据公开，但都相信自己掌握了足够的理由。以色列决定先下手为强。当第一批隐身战机穿过约旦上空，逼近伊朗境内目标时，哪怕世界还没反应过来，局面已无法回头。伊朗的反应同样迅速，弹道导弹从多个基地升空，跨越千里，飞向以色列的军事设施、人口中心与港口。以色列铁穹大卫投石所与剑3系统全线投入，在夜空中画出密集的拦截轨迹。从导弹升空的那一秒起，这场冲突就具备了所有全面战争的特征。第3天，战争就以惊人的速度全面升级。以色列空军沿着伊拉克走廊突进，对伊朗西部的导弹基地、雷达站与指挥节点实施一波又一波攻击。伊朗则采取区域饱和打击，向以色列北部、中部城市不断发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。然而，真正让局面失控的，并不是以色列与伊朗的正面对抗，而是中东错综复杂的代理人网络。黎巴嫩的真主党加入战斗，火箭弹雨点般落在以色列北部。海法、拿撒勒和提比里亚斯不断响起警报，以色列随即对黎巴嫩南部密集轰炸，北线全面开战。叙利亚境内的伊朗武装也投入战斗，戈兰高地的火光映亮夜空，以色列空军频繁出动，对叙利亚、伊拉克境内被认为与伊朗有关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。中东此刻已经不是一场战斗，而是一条巨大的多线前线。每一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算计，有人想借机削弱伊朗，有人想限制以色列，有人希望借混乱扩大自身影响力。而冲突的外溢效应，让整片区域像被塞进火药桶的倭寇，随时可能给全世界带来震荡。战争爆发后的第4天，伊朗做出决定性动作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，全球1/3的石油运输线经过这里。如果海峡封锁，油价暴涨，全球供应链撕裂只是开始。在全球经济脆弱的时代，这种冲击将如同一场震级9.0的地缘政治地震。不久之后，红海与阿曼湾也出现袭击事件，无人机与巡航导弹开始瞄准国际航道的商船。虽然伊朗否认直接参与，但外界都明白，这种模糊地带战争往往比明火之仗更危险。美国派出了航母战斗群，英国、法国等国紧随其后，这不是为了参与战争，而是为了维持海上秩序。然而在高压对峙中，误击、误判、信号失真都可能让局势失控。战争从中东蔓延至全球能源市场，再进一步影响金融体系、贸易系统、国际航运。对于世界来说，中东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，
而是全球经济的血管之一。这根血管一旦被切断，世界很难不失血。这场战争也成为新技术全面实战化的舞台。成百上千架无人机在伊朗、以色列上空穿梭，有的用于侦察，有的用于诱导，有的携带弹头进行自杀式攻击，有些机型甚至由人工智能控制，带着自主判断能力。网络战更是双方的日常，伊朗与以色列都将对方的电网、能源监控、军事通信作为攻击目标。短短几小时，一个城市可能从灯火通明到瞬间陷入黑暗。这场战争像是未来冲突的预言。信息战、无人化战、自动化防御系统，它们不再是设想，而是战争的一部分。但越是依靠高科技，战争的危险就越像是一场悬在空中的数学方程式。一个算法的误判，一条数据链路的延迟，都可能让导弹偏离轨道，让防空系统误判目标，从而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。战争持续的第5周，人道危机开始浮现。以色列的北部城市人流外逃，地铁站、地下避难所几乎满员。伊朗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遭重创，医院缺水缺电，救护车在废墟间穿梭。黎巴嫩南部成为焦土，数十万平民被迫逃离家园。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与伊朗都开始意识到，尽管军事上都喊着没有退路，但长期战争根本不在任何一方的利益之中。伊朗经济将承受毁灭性的打击，以色列也在面对空前的城市压力与战略消耗。如果双方继续下去，周边国家将被卷入，美国可能被迫站队，而俄罗斯、中国、欧洲也会因此重塑外交战略。这将不仅仅是一场地区战争，而是会把世界推向新的冷战结构，甚至更糟。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，阿拉伯联盟、欧盟、中国和联合国同时发起斡旋，美国也迫于全球能源压力开始推动停火。最终的停火并非因为谁击溃了谁，而是因为双方都看到了深渊。战争没有胜利者，只有不再继续伤口恶化的合作空间。以色列未能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，伊朗也没有如愿削弱以色列在地区的战略地位。真正的结果是双方都付出惨重代价，而中东地区更深地陷入了撕裂与报复循环。短暂的平静降临，但所有人都明白，这不是和平，而是被迫按下的暂停键。不安、仇恨与战略不信任继续在地下涌动，等待下一次机会。这场假想的全面战争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：中东不是因为弱小而危险，而是因为强大、脆弱与复杂同时存在。任何误判都可能成为引爆点，任何局部冲突都可能扩张成全面战争，而任何国家的必然选择在对手看来都是生存威胁。以色列担心伊朗的核能力，伊朗担心以色列的军事优势与西方支持。两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是在防御，但彼此的防御都构成了对方的压力。最终的问题不是谁能赢，而是世界能否承担这场战争的后果。战后，中东的秩序会更加破碎，能源体系更加脆弱，国际对抗更激烈，而和平的可能性更渺小。那么，如果以色列与伊朗全面开战，你认为世界会出现什么连锁反应？你觉得真正可能引爆这场战争的是核问题、代理人冲突，还是更看不见的战略误判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观点。